之前咱们聊过买票搭乘飞机时，驾驶舱里究竟是谁在开飞机的话题，其中介绍过民航的副驾驶升机长在全球都很困难，特别是在有些航司感觉尤其艰难。有朋友问，副驾驶为什么要升机长呢？为什么会特别的艰难？这种情况如何改善呢？咱们今天简单聊一聊。机长和副驾驶是飞行员的两个等级，机长坐左边，副驾驶坐右边。机长的肩上有4道金色的杠杠，分别代表专业、知识、技术和责任。副驾驶有3道，大家猜猜少了哪个？机长代表经验和权力，副驾驶要听机长的。或者不客气地说，机长是师傅，副驾驶就像学徒一样，帮忙点烟倒水都是分内的事情。机长和副驾驶的薪资差别也很大，在美国，资深机长的年薪可以达到50万美元，但副驾驶只有17万美元左右。在中国，资深机长月薪据说也可以超过10万元人民币，但副驾驶通常只有2万多元。机长和副驾驶都可以驾驶飞机，有人说在国外90%时间都是由副驾驶在操作，而机长是监视飞行员的角色。原因是机长已经是机长了，但副驾驶还不是机长。还有人说中国以前也是这样的，但现在已经远远达不到90%了。副驾驶也是经过漫长的学习，经历过全套培训，并且考试合格的。如果机长失能，副驾驶具备独立驾驶飞机的所有能力，他欠缺的只是经验与积累。当副驾驶攒够飞行小时数，攒够起落架次，并通过相应的一系列考核评估之后，就能够成为机长。通俗的说，副驾驶攒够大约2700个飞行小时之后，就可以申请晋升机长。虽然有的地方规定说，飞行员每个月不允许飞行超过100小时，每年不超过900小时，但即便如此，按每年900小时计算，最快3年也就行了。但事实是，有很多副驾驶8年、10年，甚至是一辈子都升不到4道杠，也就是一直拿不到想象中的高薪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特别重视飞行安全。比如一些高原航线要求由双机长甚至是3机长直飞，山区机场必须由机长负责，都不允许副驾驶操作。还有国际航线的影响比较大，很多航空公司也不允许降落的时候由副驾驶开飞机。而且不少航空公司的副驾驶太多，驾驶舱里经常有2名副驾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第一副驾还得分一些小时数给第2副驾。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型号也不允许副驾驶操纵降落。天气不好的时候，当然也没有副驾驶的份儿。关于这个，可能大家都听说，前不久有家航空公司的副驾驶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请求操纵降落，结果没搞好，一架很多个亿的飞机就报废了。不锻炼是不行的，但是要锻炼就容易出错，出错似乎也不行，这是矛盾的2个方面。管理因素也很重要。美国民航市场前不久有机长短缺，大家只要够资格，就都哗啦啦的都升上去了。有人认为考试变得很水，但如果副驾驶太多，考试也相对很严肃的话，副驾驶想升机长恐怕就会非常的艰难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